抱歉，女士，这张卡余额不足。不好意思，可能记错了，换这张。抱歉，女士，这张卡失效了，后边排着队呢，您到底买不买？快点啊！没钱装什么阔太买进口奶粉？就是没钱就让路，别挡道。老公，还没发工资吗？宝宝奶粉吃完了。家不是靠我一个人撑的，我希望你学会独立，而不是像条活不起的寄生虫。一句话，开启了他的宣战。很好，周晨。那么猎杀时刻现在开始。女士，这奶粉你还要吗？对不起，我先不要了。这个月的生活费又没了，宝宝的奶粉该怎么办啊？妈，周晨单位这个月工资延迟了，您看能不能先帮我照看2天小宝，我出去找个零工。不能，我养大周晨就已经功德圆满了，少来这道德绑架。妈，小宝奶粉都吃不上了，缺钱找你娘家要去，那6万6彩礼让你娘家吐出来。妈，那是您亲孙女，你怎么能这么说？什么亲孙女？我告诉你，我只认儿子。他们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就是1年前女儿重病那次吧。除了彩礼嫁妆，甚至连婚前积蓄也被填了进去。老公，小宝医药费还差点钱，你看。老婆，我手里的钱都在理财，你先想想办法垫上，到期后我一定还给你。也就是从那天起，婆婆看女儿的眼神全都是嫌恶。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讨债的，命里带煞，专来拖垮家人。妈，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您的亲孙女啊！哼，我可没有专门来讨债的亲孙女。妈，小宝现在生着病，你也不怕凉了孩子的心？凉了最好，我可没钱给他治病，你自己想办法去。老公，妈说小宝是……好了，瑶瑶，舅舅公司组织优化，虽然我没被裁掉，但现在市场大环境不好，就连我的薪水都被拦腰斩了。你又不出去工作，根本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光景。你让爸妈多帮衬帮衬，等舅舅周转过来，薪资总能涨回去的，到时候一定加倍补偿你们。这一等就是1年，等他从创业熬成负债，等他薪水从2万缩成5000，等我和女儿在他嘴里从家人变成活不起的寄生虫。喂，姐，这么晚了，有什么吗？弟弟，能借姐姐点钱吗？等周晨发工资了，马上转给你。行，我转5000给你，不用还了。姐，说真的，看你把日子过成这样，我心里也挺难受。但我真的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姐，你得从那个坑里自己爬出来，明白吗？谢谢弟弟，姐姐明白，我会跟周家做个了断。希望你能做到。早些休息吧，不早了。晚安。为什么会是这样？你得生个儿子，才能在婆家站稳脚跟。他在外面辛苦赚钱，你怎么连个孩子都带不好？女人要善良大度，不然怎么留住男人的心？
妈妈，妈妈，小宝乖，妈妈来了，不哭。妈妈，你哭了吗？妈妈是大人，大人怎么会哭呢？妈妈最坚强。妈妈，小宝饿了。好，妈妈去给小宝做好吃的，小宝乖乖等妈妈哦。好，小宝一定乖乖的。结婚后才懂，他的那句我养你才是婚姻里最大的谎言。周晨，既然你对我们母子无情，那也别怪我对你们周家无义了。喂，瑶瑶，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喂，小雨，我想离婚，你能帮帮我吗？瑶瑶，你有没有想过，周晨会不会外面有人了？什么？外面有人？那对方为什么不上门呢？他又为什么不跟我摊牌？瑶瑶，我看你是被那些狗血剧荼毒的不浅。瑶瑶，在现实里，不管是周晨还是那个小三，或是你那个婆婆，他们都会配合算计发起，送上门来让你抓。你当演电视剧吗？瑶瑶，别傻了，这种事情我在律师见多了。我给你陈列几个事实，你自己好好的冷静想想。第一，他停止给你家用生活费已经多久了？第二，瑶瑶，你还能解锁他的手机吗？第三，小宝马上3岁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抚养权的归属不再倾向于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小雨，那我该怎么办？找私家侦探吗？私家侦探？瑶瑶，你有钱吗？正规且能办成事儿的私家侦探，起步价不会低于6位数，后续花费更是无底洞。其次，他们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因侵犯隐私而被认定为无效，搞不好对方反而可以借此讹你。小雨，那我该怎么办？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现金4500块，刚买完1罐奶粉。好，从此刻起1分都不要动，当做你最后的战败资金。我把我师兄介绍给你，生活上的周转我会帮你，但专业的事儿交给他。谢谢你，小雨，幸亏有你。好了，感谢的话以后再说，我马上让师兄联系你，先挂了。好，你早些休息。宋小雨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读研，而我选择了嫁人。5年过去了，她在一家顶尖律所实习，意气风发，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变成了寄生虫。喂，师妹，这么晚了有事吗？师兄，我有个闺蜜婚姻上遇到了麻烦，想请你帮个忙。行，你把她资料发我看看，如果可以我会联系她的。好，我马上发你。喂，你好，哪位？江女士你好，我姓陆，是小雨的师兄。江女士，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在现阶段，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等你丈夫回家，你只需要完成2件事。好的，陆先生，哪2件事？您说。第一，把他钱包里所有卡片全部拍照，哪怕只是一张洗车卡，正反面清晰的拍照留存。第二，仔细观察他是否有备用手机或者其他聊天软件。还有，无论你发现他挥霍了多少，隐藏了多少，在你拿到完整证据链之前，一定要保持冷静。好的，陆先生，麻烦你了，我一定会做到的。好，记住，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收集好了就发给我，先就这样。
周晨，我不是寄生虫，我是要你命的猎人。江瑶，给我收拾几件夏天的衣服，下周还得出差。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吗？你有完没完？我刚进家门，气都没喘吁，你就知道钱。可是，在拿到完整证据链之前，保持冷静。江瑶，你让我很失望。忍住，现在还不是反攻时候。老公，对不起，我不提了，你别走，饭都做好了，留下来吃点吧。行，知道错了就好。快吃吧，老公，这段时间辛苦了。瑶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生活费你先找老人垫上，等我这边周转开，我会一分不少都会补给他们。知道了，以后孩子的事儿我不会再烦你了。瑶瑶，现在工作越来越难，我压力真的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好的，老公，我知道了，吃完你休息吧，我帮你收拾行李。好。从这一刻起，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目标是我同床5年的丈夫。小雨的预感是对的，周晨的精明和防备远超我的想象。聊天记录被删得干干净净，就连通讯录也没有可疑信号，转账记录更是一张白纸。一无所获。周晨，5年，1800多个日夜，你的下个目标会是什么？怎么样？有查到什么线索吗？陆先生，手机内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通讯记录都被删得干干净净，钱包内也只有1张信用卡、几张加油卡、购物卡、蛋糕券，连银行卡、身份证都不在钱包里，这样还能申请调查令吗？调查令？那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你把照片发我看看。我马上发你。陆先生，我是不是没有希望了？放心，稳了，这局我保你赢。但有一点，你还得想办法，务必让他这几天再回家一次。什么意思？他还有可能不回家了吗？非常有可能，不是还有2天悠悠的生日就到了吗？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先等来的应该是他的离婚协议。什么？离婚协议？是的，我想他这次回家应该是收集贵重资料的，你去看看房产证之类的，应该已经不见了。陆先生，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好了，接下来每一步都要按照我说的做，把手机里拍到的卡按图原样买回来，明白了吗？好的，陆先生，我马上就去。你好，我要办1000元的油卡。好的。喂，老公，明天女儿生日，要不要请长辈们一起吃个饭？不必了，江瑶，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离婚？不错，明天你应该会收到我的律师寄出的离婚协议。江瑶，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好聚好散？5年婚姻，周晨，你跟我说好聚好散？周晨，你老实说，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江瑶，别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消耗彼此。江瑶，好的感情不该是这样互相拖累，我希望你能要点脸。他终于摊牌了，连一点自欺欺人的余地都没有留给我。怀胎10月，
分娩的沉痛也不及此刻半分。那个本该在岸上拉我一把的人，早已狠狠将我推下深渊。他不回来了，我没有机会了。冷静，离婚诉讼中，只要一方不同意，婚姻关系就不会立即解除。现在我们还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你不用着急。陆先生，我该怎么做？你不需要对抗，只用扮演好一个试图挽回丈夫、情绪稳定的妻子。只要你不自乱阵脚，这场仗我们就有胜算。好，我明白了，谢谢陆先生。振作起来，我保你赢。有事联系我。你好。好的，谢谢。陆先生，你看看我发给你的照片，我还有胜算吗？当然，你还住在他的房子里，只要你不走，他就无法彻底切割。所以，不回应不争吵，就当上面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生活。直到他先沉不住气，主动回来找你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好，我明白了。1周后，在拒接了他所有电话和催促短信后，他终于还是回来了。江瑶，你给我出来！我炖了你爱喝的山药排骨汤，洗洗手先吃饭吧。江瑶，你非要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难堪是吗？如果把事情闹大能让你如愿以偿，你根本不会浪费半句口舌。周晨，我不管你外面到底有什么，但这里是我和女儿的家，我和女儿都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回头。这房子我已经委托中介挂牌了，你恐怕住不了几天。汤要凉了，我们母女不挑，给我们租个合适的房子就行。行，江瑶，别给我耍花招，对谁都好。今晚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我先给你们找个住处。好，我的任务完成了，猎杀时刻正式开启。原来我可以接受失败，也可以接受丈夫不爱我的事实，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喂，陆先生，我已经将卡给他换掉了。很好，那么接下来进入第2阶段，你只需要不配合、不沟通，让他所有的计划都落空，直到他被逼至极限，他会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他先起诉吗？正确，这样一来，复诉费就由他来承担。我们需要等的是法院的档期。好的，陆先生，我明白了。好，先就这样，保持联系。周晨，5年感情，你让我和女儿去住地下车库的改建房，你不忍，也别怪我不义了。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你好，我是房产中介，我带客户来看房子。抱歉，这是我家，我不同意卖房，请不要再带人来了，否则我会投诉你们骚扰。江瑶，你给我出来！敢耍老子！好什么好？他把房子租给我，早就搬走了。什么？你出来给我说清楚！滚！别急，周晨，猎杀才刚刚开始。
妈的，江瑶敢拉黑我，你给我等着！陆先生，这是法院寄过来诉讼传票，你看看。这90天就是我们完成证据闭环的黄金时间。需要找人跟着他吗？不必，你什么都不用再做。开庭前最后24小时，我会指导你去做最后一件事。好，我明白了。江瑶，你他妈居然敢拉黑我，还敢动我的房子，我看你是真疯了！周先生，请控制情绪，这里是法院调解室。周先生不妨先看看，我们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你需一次性支付住房安置费，用于我方当事人及女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过渡。第二，鉴于你方在过去2年从未尽抚养义务，所以抚养费需按标准一次性付清至子女成年。江瑶，你这是穷疯了吧？哼，想让我一次性付20年房租，结清16年抚养费？我告诉你，江瑶，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给你。既然无法达成共识，那我们尊重法院判决。行啊，我等着，我看你们怎么赢。我告诉你，江瑶，想从我这儿拿到1分钱，不可能。开庭最后一天到了，轮到我们反击了，准备好了吗？陆先生，准备好了，需要我做什么？现在立刻查询你当初购买的所有预付卡、购物卡、加油卡的实时余额。陆先生，我查过了，基本上都被使用完了。果然，瑶瑶，立刻报警，以财产被盗刷为由，清晰说明卡号、购买记录和余额异常情况。还有，带上所有原始购买凭证和通话录音。一切准备好后，我们商场集合，去查监控。好的，陆先生，我马上准备。在商场的监控录像中，我终于见到了那个被隐藏起来的女人。周晨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久违的专注与温柔。原来他依然会爱，只是这份爱早已与我无关。没事吧？放心，很快他们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谢谢，陆先生，我没事，该有事的是他们。这人你认识吗？警察同志，这人我不认识，从没见过这个女人。同志，我的当事人并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们报警的核心是名下财产在不知情情况下被盗用，至于使用者和同行者身份，正需要贵方依法查明。好，我们去加油站看看，应该会有线索。凭借警方手续，加油站的监控也被调取。周晨开车加油，在等待加油的间隙，他的手甚至探向了女人的裙底。好了，车牌号已经记下来了，我马上查一下车主信息。等等，警官，这里暂停一下。这个开车的男人侧面看起来很像我丈夫。原来如此，警官，如果消费方确为当事人的配偶，那这很可能是一场夫妻间的财产误会。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我们申请车案转为民事调解，给各位添麻烦了。以后家里钱的事沟通清楚，别再因为这种误会报警了。女士签个字，这件事就了解。好的，同志，麻烦了。搞定，所有证据零成本提取。记住了，要证明婚内重大过错，未必非要当场捉奸。仅凭这几段视频，法官会认定他过错吗？单凭这些肯定不够，但目前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在法庭上，它的作用不是盖棺定论，而是为我们赢得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最为关键的调查令。开庭前夜，陆川紧急提交了新证据，这份证据稳了，只有开庭后才会由舒志源当庭递交给他的律师，因此
他没有机会了。现在开庭。尊敬的审判长，原告周晨先生因公司优化调整，月收入已从2万元锐减至5000余元，同时还需独自承担婚前房产的月供，早已入不敷出，只能无奈卖房。然而，被告江瑶女士不仅拒绝配合处置财产，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婚前房产出租，此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因此，我方恳请法庭：第一，判决离婚；第二，判令被告立即赔偿相应损失。周晨抬眼看向我，他在等我爆发，等我跳起来哭喊，他在等我变成那个疯子，但我没有。我的沉默让他开始不安。安静！被告对原告陈述有无异议？审判长，关于感情是否破裂、房屋租赁是否合法，我方后续会详细陈述。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向原告周先生请教几个问题。准许。周先生，刚才您的律师提到，您目前经济非常拮据，那么请问除了工资卡，您名下是否还有其他账户存有大额资金？没有。哦，您目前可支配的存款非常有限是吗？对。第二个问题，您声称感情破裂源于生活琐事和经济压力，那么在您与江瑶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您是否有过大额的、非日常的、完全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开支？请本人回答。我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正常支出和还贷，这一点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好，既然如此，我方现申请提交一组新证据，以核实其真实性。审判长，这里面有3段监控录像，还有报警回账记录。因为取证日期在昨日深夜，因此昨夜我们才提交。被告提交的证据，法庭已接收，交由原告作证。审判长，这是明显的证据偷袭，对方故意拖延提交证据，严重干扰了审庭秩序。肃静。周先生，请控制情绪，坐下。审判长，基于原告存在长期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并且消费的流向直指林薇女士，现在我方正式申请查询周晨与林薇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全部资金往来与共同资产。反对。审判长，对方在恶意扩大审理范围，骚扰案外人。林薇女士非本案当事人，其财产状况与本案无关。肃静。因本案出现新证据，需合议庭评议核实。审判长，我方请求暂时休堂，以研究对方新提交的证据，并准备抗辩。批准，本案暂时休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江瑶，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偷换我的卡，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换什么卡？这几张卡不是你亲手从我包里拿走的吗？周晨，夫妻一场，我没报警说你偷盗已经是看在往日情分了，你还好意思反过来指责我？你绕这么大一圈，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我要你名下那套房子过户到我一个人名下，作为交换，你转移的那些说不清去向的财产，我可以既往不咎。你疯了？那是我的婚前财产，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趁火打劫。哦，这样，那就算了，后面的官司我奉陪到底。周先生，别挣扎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哼，你们给我走着瞧，看谁玩得过谁。周晨，我等着，你欠我和女儿的，我会一样一样拿回来。最新消息，周晨撤诉了。他怕了？不，他只是想及时止损，但他不知道，既然已经入局，撤诉可救不了他。事到如今，跟谁打官司，打什么官司，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水必须搅浑，没有人可以干净地站在岸上。陆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找那个舅舅谈谈。对，想要彻底扳倒他们，还差最后的关键性证据。周晨的公司的法人是他亲舅舅，我们要告的是这家公司。好的，陆先生，听你的安排。
放心好了，已经胜券在握了。周晨啊，周晨，现在你是我的猎物了。老板，有人把我们告了，要求我们提供周晨3年来全部薪酬福利明细。把账做漂亮点，所有收入都要合法合规，别给公司惹麻烦。是，老板。可恶！老狐狸果然上钩了。陆先生，我看了这份情况说明，发现了很多漏洞。第一，有来路的卡没去路，公司清单里的卡码根本没被消费。第二，商场和加油站那些高额消费的卡号根本不在公司清单里。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卡是从哪儿来的？陆先生，这已经不仅是离婚这么简单了吧？对，要么承认做假账、偷税漏税，要么承认周晨受贿、职务侵占。这个就是杨某，在刑法面前，他们没有中间地带。陆先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直接去起诉他们？不用，他们现在比我们急，还会露出破绽的。而且听说周晨的律师连夜逃了，我们现在等着一击必杀就是。陆律师，外面有人找您。让他进来吧。有人急了，你猜猜谁来了？周晨他舅舅吧，他还承担不起被查偷税漏税的后果。不错，小江啊，咱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舅舅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小江啊，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你看，事情闹到这一步，对谁都不好看，对吧，小江？不知道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小江尽管开口。张总，这件事情可谈不上误会。过去3年，周晨的账面工资从2万变成5000，我和孩子等到的解释，永远是公司困难，大环境不好。你们之间的勾当，少的不是那15000块钱，是他本该扛起的责任，也是这个家活下去的指望。您作为长辈，非但没劝他，反而配合他做假账转移财产。那你想，如何才肯善罢甘休？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把这15000的差价连本带利补给我；第二，说服周晨把他那套房干干净净的过户到我个人名下；第三，按2万月薪的基准，将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到女儿成年。我的条件开完了，您看这个忙，您是帮还是不帮？小江啊，你这要求要的太多，有点过分了。过分？张总，我这是在给您机会。一旦深挖，以卡带薪、补税加罚款，您的公司还保得住吗？好，这个忙我帮了，小江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好，张总果然还是明事理的人，记得把钱打我账户上。好，我就先回去准备一下了。再见。果然，对于精明的商人来说，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瑶瑶，求你手下留情吧，好歹也是夫妻一场，你给我留条活路吧。活路？哼，周晨，当我和女儿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当你在电话里骂我和女儿是寄生虫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给我和女儿留条活路？当你用公司的卡博其他女人红颜一笑，将我和女儿赶出家门，让我们去住地下车库的时候，周晨，你有没有想过给我和女儿留条活路？从你做假账转移深入，把我和孩子当傻子耍的那天起，你就该想到会有清算的时候。现在代价来了，周晨，好自为之吧。小江，事情就到这儿吧，以后各自安好。陆律师，麻烦您帮我处理掉这房子，还有酬劳，我等会儿一并转给你。好的，江女士，我会安排的。谢谢。我带着女儿连夜去往了另一个城市。从这一刻起，我和周晨
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了。喂，陆先生，怎么了？刚开完庭，周晨和他舅舅签了15年捆绑协议，薪资直接划给舅舅抵债。林薇得知后连夜跑路，被周晨堵在车站了，挨了周晨一顿打。两人彻底撕破脸。周晨起诉要求林薇返还恋爱期间由他付的所有消费款项。林薇拿不出钱，只能被迫留在周晨身边。现在他俩所有的收入全被划还债。两人早没了当初的深情，只剩日复日的互相指责和撕扯。好，我知道了，陆先生，多谢。周晨，你们永远绑定在了一起，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你怎么了？妈妈爱你。曾经，我以为我养你是世间最甜蜜的毒药，后来才懂，能亲手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才是命运最慷慨的馈赠。离开那座充满背叛与算计的城市已经1个月了，卖掉周晨过户给我的房子，扣除律师酬劳，手中的钱足够我们母女生活3-5年。可我不敢躺，也绝不能再躺。5年婚姻，我从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大学毕业生，变成了连买一罐奶粉都要低头求人，被丈夫骂作寄生虫的全职妈妈。那段日子像一口深井，黑暗窒息，我拼命爬出，就绝不可能回头。妈妈，小宝饿了。小宝乖，马上吃饭了，去客厅等妈妈。好。这是我在那场狼狈婚姻里唯一的光，是我拼尽一切也要守护的宝贝。江瑶，曾经这个名字只属于周晨的妻子悠悠的妈妈，现在它只属于我自己。毕业那年，为了爱情放弃了心仪的工作，一头扎进婚姻的牢笼。如今重新找工作，生疏的像面对一门全新的学科，简历投出去几十份，都石沉大海，太难了。喂，陆先生，怎么了？安顿好了吗？都安顿好了，陆先生。悠悠很喜欢这里。那就好，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好的，陆先生，我会的。如果不是陆川，我可能还在周晨的算计里苦苦挣扎，看着女儿跟着我受苦。是他教我用法律的武器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我不能一直依靠别人，我要靠自己站稳脚跟。我做过2年全职妈妈，没人比我更懂宝妈的痛。这10万块积蓄是我最后的底气。凌晨3点，江瑶坐在电脑前，对着空荡荡的后台订单画面。是不是真的太自量力了？如果亏光了，我和悠悠怎么办？喂，陆律师。哭了？遇到什么困难了？我怕我撑不下去了。你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我随叫随到。我是江瑶，一个离婚带娃的创业妈妈，我只推荐亲测好用的产品。江瑶，你做到了。这一条是坑，签了对方就能恶意压款，划掉。陆叔叔，再讲一个。出差路过，顺手买的。他一个在法庭上杀伐果断的人，竟然能对我的女儿这么温柔。好烫，39度8。怎么了？陆川，悠悠发高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别慌，告诉我地址，我马上到。对不起，这么晚还吵醒你。别说这些，去倒盆温水过来。晨光微曦，他是前途无量的金牌律师，而我只是一个满身伤痕的离异带娃女。
我真的配得上这份温柔吗？陆川他从不说什么甜言蜜语，却把我所有的难题都默默解决。江瑶，你到底在怕什么？我不是不想爱，是不敢。我怕这又是一个我养你的谎言。如果再输一次，我连现在的安稳都会失去。陆川似乎看穿了我的顾虑，没有逼我回应他的心意。那悠悠今天多吃半碗好不好？叔叔的饭最香啦！而是选择用更温和的方式慢慢走进我的生活，气氛轻松又温馨，像认识了很久的家人。还在躲我？我没有，只是最近太忙了。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我不逼你立刻接受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心意是认真的。第一次在律所见到你，你眼里的倔强和脆弱就印在我心里。我看着你捍卫尊严，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值得被好好对待。我心疼你的坚韧，也佩服你的勇敢。我知道你在怕什么，但是我向你保证，我陆川这辈子绝不会背叛你、伤害你。江瑶，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我想奉陪到底。我离过婚，还有悠悠，我配不上你。在我心里，你最好。婚姻的失败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为此惩罚自己。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好不好？江瑶看着陆川满是爱意的双目，终于卸下所有伪装，重重的点了点头。妈妈，陆叔叔，爸爸。以后陆叔叔不仅是陆叔叔，还是爸爸，好不好？爸爸，爸爸。今天所有进店体验的宝妈全部赠送一份自主研发的有机辅食包。江总，这开业第一天就大方让利，我这个法务顾问是不是该审核下成本？陆律师，我们要做的不是生意，是信任。爸爸，我也要剪彩。这批童装的亲肤度测试没过，哪怕只有1/1000的过敏率，也要全部退回重做。江总，这样我们的成本会大幅增加。我们的产品不能让任何一个妈妈失望。瑶瑶，求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借我5万块，舅舅公司倒闭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还是那家人的消息，已经是不相干的人了。你个赔钱货！要不是你，我怎么会签那种抵债协议？是你没用，连自己老婆都搞不定。那句“我养你”曾是把我推向深渊的剧毒，但现在我自己就是我的避风港。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而是独立挺拔、根深叶茂的女王。江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会用我的全部去爱你，去呵护你。你愿意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江瑶，过去的黑暗都结束了，未来的路，我想陪着你和悠悠。我保证一辈子不背叛，不伤害，不辜负。嫁给我好吗？嫁给爸爸，快嫁给爸爸！妈妈，花给你，你就嫁给爸爸好不好？答应他。那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就知道你会幸福。当初在超市那个狼狈的江瑶，终于活成了女王。谢谢你，小雨。感激那场破碎的婚姻，让我明白，依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我曾和大家一样，被骂作寄生虫，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但我想告诉你们，女人永远不要依附别人，只有独立，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老婆，我回来了。洗手吃饭。我不后悔做的任何一个决定。我是江瑶，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紧张？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爸爸妈妈，我也要跟你们去敲钟，我也要敲。好，我们悠悠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嘉宾。江瑶，别得意太早，你的上市梦我会亲手碾碎。你是谁？说话。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是虚拟加密号，追踪不到源头。3年了，那些人难道还没死心？别怕，3年前我能送他们进去，3年后我也能让他们彻底消失。周晨，舅舅，还是林薇，不管是鬼是魅，想动我的女儿和事业，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江瑶，好戏开场了。江总，内部系统和合作方渠道都没有异常，那个匿名电话的源头还在追踪，不能掉以轻心，继续盯着。周晨，周先生，请自重，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自重。瑶瑶，我知道错了，当年是我鬼迷心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周晨，我们早就一刀两断，你我之间再无可能。瑶瑶，你现在风光了就想忘了我？你能有今天，靠的还不是从我那儿拿走的房子？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李薇那个贱人跑了，我妈也不管我，你必须帮我。周晨，你现在的下场是你自己选的，与我无关。不帮我是吧？行，那你的瑶妈母婴也别想顺利上市，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别怕，有我在，他翻不起了。周晨既然敢放这种狠话，一定已经准备好了后手。稳住现场，我马上到。大家快来看啊！江瑶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卖劣质产品害孩子，她坑蒙拐骗，碰恩夫弃女，扭头就嫁给大律师，这种人的东西谁敢买？闹够了没有？你个小贱人，我儿子被你害惨了，今天不给钱，我就砸了你这破店！周女士，请自重。你故意损毁他人财物，造谣诽谤，触犯法律，我现在就报警。大家快来看啊！大律师欺负老人了，亲奶奶看孙女儿，天经地义呀！就是心太狠了，赚这种黑心钱不遭报应吗？看不出啊，哭得这么惨，难道是真的？视频一旦传上网，3人成虎，周晨这一招釜底抽薪，真是够狠。
江总，舆情彻底失控了，不仅是卖假货的造谣，现在网上开始攻击您的私生活，甚至有大 V 在扒您和陆律师的关系。我已经联系公关团队封号，但传播速度太快，背后显然有推手。江瑶，好久不见，你倒是风光了。林薇，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来给大家送个大瓜。家人们，我就是周晨的前女友，我要揭露江瑶的真面目。她根本不是励志妈妈，她和陆律师婚内出轨，当年离婚就是设计好的。周晨的钱也是被他们联手骗走的。就是他骗我家财产还不让我见孙女儿，这种坏女人生的孩子也是严重。林女士，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我会让你们付出法律代价。法律，网友只信他们看到的。江瑶，你的上市梦彻底碎了。江总，上市计划被无限期叫停。江瑶，看着我，这只是个开始，我们一定有反击的机会。周晨、林薇，你们想拉我下地狱，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地狱到底长什么样。把当年的判决书、周晨出轨的监控截图全部放上去，我们要的是一击必杀。江总，澄清声明发出了，舆论已经开始反转，很多网友都在骂周晨和林薇不要脸。江总，不好了，咱们线上旗舰被恶意刷单了。你说什么？刚才系统突然涌入几十万笔虚假订单，全是恶意差评，平台已经预警，马上要封店了。这是想彻底断掉我们的生路。是周晨，他买了水军团，要用平台的规则毁掉你的品牌。3年的心血，难道就这样完了吗？瑶瑶，冷静点，只要有我在，我一定会保住你的事业。联系平台高层，我要直接对话。周晨，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既然你想同归于尽，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虚假订单的数据被已经发过去，请务必冻结申诉流程。李娜，让开。李娜，10万块，你就把公司的后台权限和上市计划全卖了。江总，我错了，是周晨逼我的，他说我不帮他，他就对我家人动手。李娜，把和周晨所有的交易记录、聊天语音全部交出来。只要你配合我们作证，我可以向法务部申请不起诉你。都在这儿，他所有的计划都在这儿。周晨的野心不只是搞垮公司。瑶瑶，你看这段录音，只要江瑶身败名裂，变成疯女人，法院绝不会把孩子盘给一个没有抚养能力的失败者。他不仅要我的事业，他还要抢走悠悠。江总，陆律师，周晨刚刚向法院正式提交了抚养权变更诉讼。周晨这是在自寻死路。既然他想打这场仗，我们就让他彻底翻不了身。周晨，你想动我的女儿，那我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法官大人，我是悠悠的亲生父亲啊！江瑶眼里只有他的公司，天天加班，悠悠连妈妈的面都见不到。我虽然现在经济难一点，但我能给孩子亲情，江瑶只会给他钱，他根本不配当妈妈。就是，我孙女跟着那种心狠的女人，早晚被耽误了。旁听人员保持肃静。大家跪下，原告方，请提交证据。我经常看到江瑶深夜才回家，孩子总是给保姆带，挺可怜的。
当年骂女儿是讨债鬼，1分钱抚养费都不给的时候，怎么不谈亲情？法官大人，原告周晨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非法转移财产，未尽抚养义务长达3年。请您看大屏幕。被告江瑶独立抚养女儿，提供了最优越的生活与教育环境。反观原告，如今负债累累，居无定所，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其诉讼纯属恶意骚扰。法官大人，鉴于双方各执一词，我们申请悠悠出庭作证。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听取年满5周岁未成年人的意愿，孩子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悠悠才5岁，他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你们这是在伤害他。江瑶，你也有今天。你到底想怎么样？别怕，有我在。准许传唤未成年人证人悠悠。悠悠，别害怕。伯伯问你，你更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不认识他，我要和妈妈、陆爸爸一起生活。悠悠，我是你亲爸爸呀，我是周晨，你忘了爸爸以前带你玩了吗？你不是我爸爸，陆爸爸才是。你骂妈妈是寄生虫，你不给我买奶粉，你是大坏人。你个死丫头，胡说什么？是不是江瑶教你这么说的？这孩子被教坏了啊！哎呀，我的老天爷，放开我！法官大人，这是悠悠3年来所有的体检报告、教育记录，以及我方录制的亲子互动视频。事实证明，被告江瑶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而原告在孩子记忆中只有语言暴力和缺心。本院认为，原告周晨长期未尽抚养义务，且目前经济状况极度稳定，被告江瑶能为孩子提供优越且健康的成长环境。现当庭宣判，驳回原告周晨的抚养权变更请求，悠悠继续由江瑶抚养。妈妈，不哭了。妈妈不哭了。赢了。妈妈，刚才悠悠表现棒不棒？悠悠保护妈妈。棒，悠悠是妈妈的小英雄。江瑶，你给我等着！你以为这就算完了？既然你不让我好过，那大家都别想活了！江总，出大事了！精品美宝来发布了一款洗护新品，配方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什么？什么？不可能，这配方只有核心团队3个人知道。查到了，配方不是现在泄露的，是3年前。3年前？林威当年趁你搬家混乱，拷贝了你的研发初稿。最近他走投无路，把配方以100万的价格卖给了美宝来。林威，又是他！他不仅要我的钱，还要毁了我的命。江总，监管部门已经进驻工厂调查，合作方全部发来解约函。3年的心血，无数个日夜的研发，难道最后还是输给了一个卑鄙小人？江瑶，看着我，发布会还有3天，我们还没输。我会去抓林威的交易破绽，只要证明他非法窃取商业机密，美宝蓝就是侵权。3天，周晨，既然你们非要在这最后时刻跟我同归于尽，那我们就看看谁先死在发布会上。找到了。江瑶那个蠢货，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心血就在我这只 U 盘里。铁证如山，立刻报警。但这证据先别发，我要在明天的发布会上亲手送他一份大礼。
我错了，都是周晨逼我的。他说我不偷配方就打断我的腿。唐总，江瑶，那100万我1分没都全还给你，求你撤诉，我不想坐牢。当年你睡我的床，花我的钱，现在偷我的配方毁我的事业。林薇，你觉得我长了一张圣母的脸吗？把它交给警察。什么？拦住他！周晨混进现场了，他买了大量的媒体位，打算当众爆假毒料，彻底搞糟你。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陆律师，记得把那份刑事拘留证准备好，我要让他当着全网观众的面直接被带走。聚光灯亮起，江瑶踏着高跟鞋，步履坚定地走向舞台中央。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瑶女士。大家别信他，江瑶的产品有毒，配方也是偷来的，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大家快来看啊！骗子公司要上市了，天理难容啊！既然大家想看真相，那我就给大家看。是我偷的配方，是周晨逼我的，我不偷他就打断我的腿。周总，请问您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放开我！我江瑶从一无所有到创立瑶妈母婴，靠的是良心，是实力。我不偷不抢，问心无愧。喂，陆川。什么？你们确定？好，我知道了。老公，怎么了？警方的电话，他们在他老家查到了周晨3年前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铁证。瑶瑶，警方刚通报，周晨舅舅的公司彻底破产了。破产了？不仅如此，周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500万，警方已经立案。不可能，舅舅说那笔钱没事的。周先生，关于500万职务侵占，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不是我干的，是我舅舅逼我的，都是他让我签的字。周晨，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偷税漏税，请跟我们走一趟。瑶瑶，我错了，你看在悠悠的份上，救救我吧。周晨，这是你应得的报应。警察同志，等一下，我要举报。我有周晨职务侵占的全部证据，账本、U 盘，还有他藏钱的地址，我全知道。林薇，你这个贱人，你敢卖我！都是他干的，我愿意当污点证人，我要戴罪立功。你敢卖我？你说什么？带我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证据，只要不判我，我什么都说。我有周晨职务中占的全部证据，账本、U 盘，还有他藏钱的地址，我全知道，都是他干的。我愿意当污点证人，我要戴罪立功。林薇，你这个贱人，你敢卖我！既然都有份，那就去牢里慢慢叙旧。江瑶，对不起，这辈子我欠你的还不清。往后各自安好，别再相见。你我之间再无瓜葛，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悠悠。恶人都倒了，老公，谢谢你陪我走完这场噩梦。瑶瑶，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怎么了？还有隐患？当年小雨找我帮你，不是偶然。大学时，我就在图书馆见过你。那一年的窗边，我记了很多年。后来听说你结婚，过得不幸福，
我一直默默关注着。小雨找我时，我几乎是1秒钟就答应了。所以接近我帮我打官司，不仅仅是因为律师的责任，是因为我喜欢你，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瑶瑶，你会不会怪我刻意设计接近你？江瑶没有回答，猛地扑进陆川怀里，死死抱住他的腰，抽泣声中带着幸福。我不怪你，谢谢你来到我身边，救了我。江总，监管部门查清了，咱们产品完全合格，美宝蓝被查封停业，上市审批正式通过了，咱们下周1就能敲牌。听到了吗？我们要上市了！历经风雨，终见彩虹。3年前，我在超市因为一张余额不足的卡被全社会羞辱。3年前，我被周晨指着鼻子骂作活不起的寄生虫。今天，我江瑶亲手拿回了属于我的尊严。我是江瑶，一个曾被生活踩入泥潭的离婚宝妈。我想告诉所有身处困境的女性，不要依附别人，不要放弃自己，只要你肯挥动双手，你就能把自己活成光芒万丈的样子。瑶瑶，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是超人英雄。爸爸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小江，这是周晨被带走前非要我亲手交给你的。他说，这是他欠你和悠悠的最后的债。瑶瑶，里面是什么？江瑶，当你看到这封信，周晨已经进去了。这些年，我嫌弃悠悠是女孩，帮着周晨算计你、刻薄你，是我老糊涂了，我对不起你。周晨被判了12年，我也想通了，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只求你好好照顾他。卡里有10万块，是我这辈子攒下的养老钱，给悠悠，算是我给她的抚养费，弥补当年的亏欠。钱你留着养老吧，悠悠有我和陆川照顾，他很好。往后我们互不相欠，各自安好。都结束了，江总。我们回家。回家。3年前的今天，我签了离婚协议，而今天是我和陆川结婚3周年的日子。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江瑶，3年前我娶你为妻，护你周全。3年后，我想告诉你，你的过去我陪你释怀，你的未来我陪你走完。妈妈，快嫁给陆爸爸，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我愿意，一辈子都愿意。我知道了。瑶瑶，有一个好消息，我辞职了。你辞职了？老公，你可是顶尖律所的合伙人，那是你拼了多少年才拿到的位置？我想陪你一起创业。从明天起，瑶妈母婴的法律顾问由我亲自担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浪漫的事。我不想再错过你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瑶瑶，我想和你并肩作战，把我们的品牌做到全国，做到全球。陆川，谢谢你为了我放弃这么多。太好了，爸爸妈妈要一起上班了，天天在一起。江瑶，
你的幸福不会长久。瑶瑶，你自己看。瑶瑶，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我给你们准备了3周年大礼，明天送到。刚才那是故意吓你的，谁让你有了陆律师就忘了闺蜜？宋小雨，你要吓死我啊！看吧，我说过，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打扰我们的生活。所有的苦难都变成了成长的勋章，你终于等到了黎明的曙光。江总，老婆，第一批拨款已经到位了，又有500位单身妈妈拿到了启动金。这才是瑶妈存在的意义。宝宝，加油，到爸爸这里来。妈妈，你看我画的全家福。我曾以为婚姻是牢笼，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幸福是自己亲手创造的。女人最大的底气，不是男人的我养你，而是自己手里的钱，心里的梦，身边的爱。